收看关键时刻，我是张道和。我们一直以为监察院的公务车事件，随着几个监察委员被揪出来，随着秘书长李俊毅的辞职之后，火应该熄灭了吧？但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。其中一个人，他是横空出世，比李俊更狂的人出现了，他是监察委员田秋瑾。你看到他说，现在过去监委明明就可以搭公务车上下班的，如果是下班那就算了，现在自己每天要怎么样？我要搭3班的捷运，还要走15分钟的路程到捷运站，我脚受伤了，要不然就是计程车赶上下班，我相当的不便。这些话让全国人民完全不能接受。有多少人是跟我们一样，要么自己开车，要么自己骑车，要么搭公车、搭捷运、走路、骑脚踏车？每一个人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而现在连环爆是什么？今天又有媒体爆料了，这是绿营的立委搭了公务车去吃饭，而赖政府当然看在眼里。你可以看到2个讯号，其中一个讯号是什么？针对于李俊毅的辞呈，总统府马上说好，马上将李俊毅给免职，因为不想让民怨直接烧起来。第2个讯号是什么？现在他们也忍不下去了，这是廉政署今天要求下面的政风室，你们要去彻查公务车的任用，你要去清查所有宿舍的使用的东西。白话文是什么？你螺丝一天不松紧的话，剪掉就要上门来踹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，第一位，财经专家黄世聪，大家好；时事评论员张宇轩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姚慧珍，大家好；专业专家林廷辉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尚厚之，大家好。好，最后一位是林传媒政治司法组的召集人吴正峰，大家好。宇轩，田秋瑾讲那什么鬼话，讲那什么瞎话，全台湾人都没办法忍，尤其是什么？其实赖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看得下去啊！你可以看到，今天他们出了一个手哦，这是廉政署。廉政署，我刚刚提到了，你下面的政风室，你在每个部会，你给我好好的查清楚。我今天已经给你脸，你不要脸。你今天再不螺丝松紧，你今天还在搞给我一些543的，我一定剪掉踹门踹到底。知道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血流成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监察院不只是我们讲原本的从李俊毅这个秘书长到苏立琼、林育荣、王龙章，就现在连谁田秋瑾，然后大家全部都拉进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是血流成河？因为你以为只有监察院吗？不是，就今天连立法院也跟你报说公务车全部都乱用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法务部才是廉政署后面的老大嘛。那法务部人就郑明谦嘛，等于说现在陈峰直接跟你下一说，你家人搞肚后点后啊，不要那边给我第一个车子不要再给我这边乱搞乱用了。未来就是有派车单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再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监察院也好，立法院也好。这些风波最好是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。对，就你们不要再给我这样搞下去了，因为理由很简单呐。就来今天踢爆，你看田秋瑾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气到跳脚压起来了。不是我平心而论，以前田秋瑾呢还算是一号人物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我们讲的社运，也是环运一个很重要的人士，也算是大佬级的。结果你看他讲了什么话？他说第一个人事时地物，你能不能给我要全面查，不是只有监察院的公务车。这时候大家看到就黑人问号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公务车的机关，请问一下是什么？行政院嘛，对，立法院嘛，对，监察院嘛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些人现在的老大都是谁？都是民进党，对，都是赖清德。所以那你的意思不就是，那你行政院也给我拖下来吗？就是我烂，但你也要跟我一起烂啊，大家都烂啊，大家一起死。不是你这是摆烂嘛？因为你就回答自己的问题就好，就说我有。我绝对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扯说那别人也是有啊。所以你刚才看到为什么我讲说法务部才要说打给龙麦利亚欢呢？再来第2件事情，过去监察委员上下班，他说可以搭公务车，如果是下班就算了，有时候上班真的很赶呐，要赶到监察院处理，自己现在多可怜。他说我要转3次捷运。还要呢走15分钟的车才能到捷运站，我卡岛乌沟许兄不算快，那计程车呢？我跟你讲很不方便啊！照我跟你讲，看到这个全部台湾大炸锅，怒爆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双北地区通勤族可能上下班时间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人，甚至到1个小时的多的是，大多数。否则我们捷运为什么每天爆满？那这些人想说，那你监委已经好大好了不起哦，你就一定要坐车，你就要公务车接送。那我们这些人搭捷运的，我们就傻瓜，对不对？来，2023年7月1号上路的 T-Pass， 到目前为止769万人次购买，意思是什么？到现在为止，每天都有769万的人，他就要搭捷运上下班。对，那你监委特别了不起啊。就你不用啊，这不是我们台湾人的日常。然后你现在讲的跟什么一样？觉得你很委屈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说这769万的人都不是人因为他们都不如你。
对不对？因为你说你做这个东西哦，不是人为的待遇，还是说因为你今天监委特别了不起？在第二件事情，照我跟你讲，荒唐的这边，他说他搭计程车上班哦，他觉得委屈，对不对？他说为什么不搭计程车？因为理由很简单，像今天下雨啊，叫车都叫不到啊，我就在路边拦了30分钟，好可怜，害我开会迟到。来，全球警，开会迟到是因为你下雨的关系吗？我几个逻辑很简单哦，你今天到底是几点啊？比如说你8点的会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你7点叫不到车迟到嘛？那我跟你报告哈，那你不会6点起床吗？你知道多少通勤族5点多就要起床了吗？你为什么不6点起床？你可以早点起床啊！再来，你可以前一天预约轿车啊！有没有看过预约轿车？可以耶，你可以预约轿车哦。那不然我跟你讲，你搭捷运哦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早点起来嘛，你就不会用赶的老半天嘛。你如果觉得15分钟哦到捷运站哦很麻烦，那你就慢慢走嘛。那不然你就不要住在离捷运站那么远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计程车你想尽办法，你叫别人帮你拦，你或者你早点拦都可以，这都不是理由。你知道这凸显出一个概念是什么吗？他是官，你是民，就是我今天作为一个官。我要有官样，我要有官威。我坦白讲，田秋瑾啊，你以前好歹是街头运动出身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迄腾恰开，街头来底下行，底下抗争，底下抗议，对不对？在那边绝食，在那边我们讲的去环台。那我就请问一件事情，你这样对得起林义雄吗？现在都变了，那你对得起林义雄吗？林义雄如果今天看到你今天田秋瑾这个样子，他会认得你吗？绝对直接叫你滚蛋下台嘛！所以都不用讲这么多，因为你这个说法就是满满的权威思想，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官，我今天官就应该有官样，你就应该给我招待 Jose 啊 Jose。而且赵和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哦，他们因为大幅度，先前我们是不是讨论过修法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一直讲说我们预算被删啦，很多人都派去扫地啊，没有加班费。我跟你讲，你胡说八道，你在胡说八道，因为监察院的车子。从头到尾，它的数量是没有动过的，它还是所有院方里面最多的。再来，真的可以搭公车上下班吗？你不用我讲，你方便当随便，把特权的当作是习惯。因为监察院派车单，它很清楚要有用车事由以及地点，而且这个是你每出一趟车，它就要写一份哦。比如说几点几分在哪里的时候，然后怎么样用车，搭什么车，小型、中型、无障碍、大型车，申请人是谁，而且还要主管签章。所以如果按这个逻辑，我问你，知道上班的时候怎么签？对，你上班要怎么签这一份？搭公务车上下班，帮你接送上下班也太好太幽默了吧？不，根本不行这样干。你这个派车单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开会，我今天有研讨会，我今天有演讲，我今天呢有相关的业务要去查办，我今天要去跟相关人访谈，所以他会把名目写得很清楚。但是你如果一早他是每天上下班，他自己说溜嘴。所以换言之，这等于是这些调度人员，你知道怎么帮他办吗？等于说他提前帮他每一天都写好。对，田秋瑾委员就是要上班、下班、上班、下班，然后呢，理由呢、跟地点呢、跟事由，全部就随便乱写。他可能就会写说公务行程、交通。但我很想赵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合乎规范吗？当然不合乎、大有问题。对啊，这以前就是等于是我们讲的爽习惯了。根本不能这样干的东西，然后你还在那边瞠目结舌说我卡头我说嘛，我跟你讲不是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这么多问题哈，来，他说我案子很繁重啊，我有请公假我都没有偷懒啊，有时候只是运气不好，不然我跟你讲，你都不要啰嗦那么多，你如果身体上有问题哦，你就不要做了，对，因为你已经14个月，你一直讲说自己要去开会。多忙，这些公务需要你，那代表你每次去到监察院都是搭公务车嘛？结果呢，你都没办公。现在重点在这边啊，你14个月都没有行使弹劾权啊，然后你跟大家讲说我没有偷懒啊，我都请假，我案子很繁重啊，有时候就运气不好，你刚好弹劾的日子不固定，所以刚好就遇到我们必须要到外县市巡查弹劾的时候呢，就请假，并不代表说呢我们就偷懒出去玩，就好巧哦，你田秋瑾当多久了？这么长的时间，他是2022年被爆的26位监委当中里面。开会22次，其中总倒数的前4名里面就有他。他说我就是要查案，你这么忙啊？对，你看叶大华啊、张菊芳、高永成，就你最少5次。其他人倒数的都还比你就5次。就我跟你讲，都没有行使弹劾权，然后你还好意思有那个脸跟大家讲说，哎呀，我搭公务车是为了我们讲的公务繁忙，你这样会害我开会迟到。我讲各位讲不过去啦，重点是你要对比田秋瑾过去他的身份跟形象，那个反差落差感太大了嘛。你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出身，你是街头出身，你怎么这样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紧接而来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来监察院完了之后，没想到连立法院都内爆。我真的没办法相信，6月5号今天报这件事情，这一张照片来导播我们看，这张照片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，说奇怪他们怎么会穿羽绒衣等等，是不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？没有，这张照片是今年的事情，1月10号的事情，
你压到6月多才报。那我首先回答观众朋友有一个很怀疑的问题，因为大家一定会好奇，就是说，这2个偷拍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单位？我可以很斩钉截铁讲，应该是不同的单位。OK， 因为很多人看说监察院那个应该是征信社嘛去处理的吧？那我可以跟你讲哈，跟这个拍立法委员的第一个时间点大不相同，2个相差4个月，等于说呢，已经是4个月前拍的东西呢，5个月前拍的东西，现在突然丢出来。再第二个，拍的单位也不同，因为你仔细看哦，这个锁定的对象，他是中午去吃火锅。但吃火锅的时候有谁出席呢？来，一个就是沈发慧，一个叫吴秉睿，再紧接而来哦，林怡景、李坤哲、林楚英、蔡其昌、吴思瑶、黄杰、沈波安、吴佩益，你有没有发现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？这是特定派系，而且或者是特定友好的人，我直接讲白话文，大部分都新潮流哦，所以这是有指向性的去对准你而来嘛。再来第二个，他这个拍到的地方呢，他清清楚楚的，比如说好，这是吴佩益。那这是沈伯洋、蔡其昌，蔡其昌还有另外一张更清楚的哦，吴思瑶，他就把你的脸全部都露出来，所以换言之，他今天是要把这一把火一路烧到谁？烧到立法院嘛。那烧到立法院之后，甚至还有来照最怪的就是这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你看哦，第一个，他的画质都比别人高，就是讲，你本来应该是叫大张啦，对，本来是叫大张啦，但是呢，他就截一个角。不知道把什么截掉哦，所以画质还这么奇怪。不是这张照片让大家最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看这边是有车，这边是有人，这边都有人。你这张照片你想表达什么？你今天爆料一件事情，你这张照片想表达什么？对，因为他说这一张照片的图说叫做詹记火锅内照嘛。内部的照片嘛，那我心里说，所以你是要跟我介绍火锅店的装潢吗？还是说这家火锅店味道特别香，还是特别的漂亮？也不是啊，你什么都没有啊，你爆料一堆人，为什么？所以现在当然有好几种说法。那合理的怀疑就是说，会不会是在镜头之外，本来有拍到什么样的人物，特别把那个没人物给去掉，用一个嘎嘎角跟你讲说，后边够有。后边够有物件，还有东西藏着，你看这里，所以他是留一手嘛。当然，人家会怀疑有这个可能性。所以你看现在监察院也出事情，我们的立法院也出事情，但很显而易见的这恐怕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从李俊毅到田秋瑾这边，最后指向的是谁？会不会是更高的陈峰，或者说希望呢陈峰能够出面去应对这件事情？而反向的有人针对立法院的特地派系也进行去攻击。所以有人看了老半天，我们现在讨论说，到底是不是内部斗争？到底是不是跟民进党内部高层有关？我讲，当今天这张立法院的照片出来的时候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。不是。不管是所谓的派系斗争，或是谁要斗谁，但问题点是什么？最大问题点是什么？我们人民看得不爽啊！我们每天过得这么辛苦，我每天搭捷运上班，我有时候也会淋雨，有时候很多人也会骑着车子，我也是淋雨，穿雨衣等等。每个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每个人这样过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，你监察院的事情爆发之后，你田秋瑾讲的这样话已经演上了。今天立法院又爆出来说你搭公务车，然后你今天跟大家讲说我搭公务车怎么了？这种态度，全台湾人民能接受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事实上，监察院的整个风暴，应该在那个李俊毅下台之后，就应该是画下一个句点了。那当然，徐小新他就是说啊，什么有田秋瑾啊，跟叶宜津啊，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证据，照片就出来，拿出来，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。那本来人家也觉得说，那人家讲田秋瑾，我哪是田秋瑾，我的这个看点呢，就是因为那就看你们有什么查到哪里嘛。没有，他展现出来那个姿态跟那个嘴脸。官呐，官呐，林克瑜怎么了吗？那个嘴脸，我跟你讲，你马上让我想到谁？想到谁？谢宜容，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谢宜容？那个我们那时候去年在讨论谢宜容时，还在讲什么？什么？他从哪边，然后等他司机，然后这个派车比较晚几分钟，让他等几分钟而已。哇，就是破口大骂，就骂人了，就骂人了。我上个礼拜不是才在抱怨一件事吗？我们这个其实现在那个 Uber， 你就是多加价嘛。就我没想到，我上个礼拜竟然连多加价都被弃单。为什么被弃单？因为就是那个之前车祸事情发生的太频繁，大概一惊，然后就开车之后又下雨之后就变成是车子更难叫，直接被弃单。那我怎么跑？我怎么来赶通告的？赶快一路跑啊，一路狂奔啊，转搭捷运，然后捷运之后呢一路跑过来。就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在赚钱的，结果你嘞，你交计程车不行吗？你一定要有司机来接你吗？这让人家觉得说，怎么我们的这个纳税钱是让你们这样话，把你们都养刁了，把你们养成公主了。而且他之前已经讲
田中你讲什么？他说我以前上下班是有人接的哦，公务车是送的哦。你说下班那就算了，还在抱怨这种事情，我以前的福利都没有了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现在如果辞一辞，你回到家都不用出门啦，不用做事啦，你每天在家里要躺多久躺多久，你要睡多久睡多久，你要在家里当老公主当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但是，请不要，你是拿人民的钱，你是来为人民来做事情的，就不要一副那一种哦，我还要自己下车怎么的，这是你们要看到吗？我迟到，你迟到那是你的事情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迟到，我们要自己负责啊。对，所以怎么会变成是你迟到是因为没有给你派车？哇，这个现在竟然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荒谬的是什么？本来你如果这些话都不要讲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然后呢，看起来应该什么有人开始在丢嘛，1月份的东西也弄出来，然后要烧到立法院去。结果他就是这句话，一句话之后，人家说他不是提油救火，他是直接自焚啊！他把监察院现在就抓了一袋。结果田秋瑾，人家本来觉得就过了，你田秋瑾又提油救火，而且你自己本身也是新潮流，你自己本身也被认为是局系这部分的一个监察委员。那你不是变成给人家一个机会，朝着你们这边就开始使命扫射吗？所以不管是政治智慧，还是以监察院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，我觉得田秋瑾都已经不适格了。慧珍，其实我这样一路看下来，我真的觉得监察院是从里烂到完，那根已经烂掉。原本想说我们刚刚提的这4个哦，包括李俊毅已经辞，对不对？今天田秋瑾还没有被查到有没有滥用公务车的事情，没想到他讲了这一种话，然后讲完之后呢，今天我刚刚讲。1月份立法院吃火锅这件事情，我们一路看下来发现，今天立法院的人有没有出来讲？有，今天有2个委员，第一个叫做沈伯洋，他说对我有去，但是呢，我今年只使用1次公务车。第二个人叫做林楚英，他说，不单单只有我哦，不单只有我哦，你看到这些蓝营的人，不是现在大家是要比烂吗？不是你，重点是你到底你要把你的态度拿出来，人民在看这一点啊。其实我是这样觉得，第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从监察院一路烧到立法院，那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这个车子啊，就是有首长派车，那什么院长节这种都不用说，就是那个车就是给你用的，那没有不用多说。但是公务车是要填单的，所以公务车这个部分大家就是要来填单。那我们现在看，因为那个沈伯洋他们跟林楚英他们那个聚会，我稍微有看一下他们的说法，他们说法是那一天刚好是他们在立法院开完会之后，中午到这边去吃火锅，吃完火锅之后，大家又回到立法院。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算不算是公务的，我是觉得，好像也不能说不算，因为他们确实还是有回去。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说他们好像有几个人一起就共乘呐，就是这种状况。但是现在就变成好，你捅我对不对？换我捅你，所以立法这个就开始什么傅昆萁也是谁这样，然后谁也是这样子，就会导致成那是不是代表着你们立法院这个派车的事情？确实一团糟了，一团糟。那刚好趁有这次机会，全面大家跳出来查嘛，就一次查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一个立法委员，如果说你到晚上8、9点你还有派车，那请问一下，立法委员是什么样的公务？要到晚上8、9点？那如果你8、9点派车，是有一个什么协商或干嘛，那也就算。如果你8、9点，结果后来你是跑到林森北路，说不过去吧？你总不会说你去那边救助失学少女吧？所以我就觉得，既然这一次事情弄开来，就全部都讨论清楚，也不要就说，因为现在媒体就讲说，好像看起来就说，你们自己也很多，所以就变成好像让人家觉得有点比臭。就整个东西看下来之后，只有让人民一个感觉什么？你们大家有权有势的，下雨天每一车就挨这边挨成这样子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自己叫计程车叫不到，我们还是不是我们的命贱吗？我们还能叫计程车？你要看真正比较辛苦的是什么？是那些 Uber， 就是那个送 Uber 的。然后呢，下雨天人家也是在帽子一戴，什么一戴，雨衣一穿，还在那边赚钱。所以真的不要忘记你的权利是谁给你的，是人民给你的。结果现在大家把你养刁了，好像变成是没有派车给你，好像对你来讲就已经是对你大不敬。这个真的是官威也太大了。或是其实现在全台湾人民最不能接受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你公务车滥用已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第二是什么？你官员的态度，你要么第一个像李俊一样，你要么辞职，你不管是被逼退或是自己辞都没关系。但现在是什么？包括田秋瑾的言论，包括这些立法委员的言论，会觉得好像用这些车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田秋瑾是党外家庭，然后一直做环保运动出身的。你今天看到他这么理直气壮讲这个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变化这个反差有多大，有多违和。那他今天讲的话，其实告诉你说，监察院车有滥用多严重。对，好，我们之前就讲过嘛，监察院分首长、副首长用车跟公务车嘛。好，李俊毅是首长用车，所以他是不用填派车单的嘛。那
你们这些人是公务车，理论上也是公务才可以用。他居然说这个车平常可以接送他上下班，你是不是把它当专车在用？而且他讲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嘛，打给龙安内嘛，对不对？他说通通都要查。他的状况不是，他现在讲的是别的机关，其实是你们监察院每个都这样啦，才会这么理直气壮啦，才会，因为不然你做小偷，你被人家抓到，你一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嘛。他这么理直气壮，人家都还没有举出任何例子，就在讲说，你看我多委屈，就表示监察院每个都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为什么监察院委员没有敢跟你讲说涉及事务没有要立案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要查嘛。你们监察院每个都是把公务车当做派车在当做专车在用嘛。所谓的专车就是接送你上下，收养专车就是接送你上下班，你整天到哪家都对。公务车应该是我有公务的时候我才去用嘛。你们既不填单又把它当成收养专车，就当成专车在用。那立法委员的状况我要讲一下，立法委员的状况跟一般的公务机关或者监察委员不太一样是什么？一般公务机关或监察委员，你是什么公务很清楚嘛？好，你在机关里面，你去哪一个地方开会，这叫公务嘛？比如监察委员，你去巡查，你要去查案，你去办案，这叫公务嘛？其他就不叫公务嘛，对不对？但立法委员比较难定义，就是他的工作性质，他做选民服务。比如说我这样讲了，那个去剪头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可能跟你讲说，这我调咖，好，我去做选民服务的，顺便剪头发，好。餐厅马可领辖内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的状况，立法委员的确就是说，立法院很难去盯立委说，你这个不是公务，我把你剔除。立委大人哪一个立法院职员敢去做这个事情？所以他的确是比较松，的确比较松，而且反正因为他有一个上限限制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再离谱也不会太离谱。但是我也必须要讲，他们用的夸张的也很夸张啦。我想最简单的，比如说，立法院到台北车站走路10分钟的时间嘛。很多立委搭高铁上来，那10分钟就是公务车去接啊，一样去接。还有更离谱的啊，立法院到那个中央联办南北栋，走路过一个马路就到，也有立委派车啊，也要派车，因为很简单嘛。你说比如中南1分钟他也要派车，因为很简单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中南部的立委我不是我南部我都有车嘛，我回到南部做选民服务的时候，我都有车嘛。我在台北我80小时都能用得完，没有我就尽量用啊。不然8小时用不完啊，就好像那助理加班费一样，给我就把它报完啊，我就尽量用，没有人在客气啊。那所以但是问题是你很难去说他是不是公务啦。比如我刚才讲，我今天跟一个企业主见面，他可能是我将来募款的金主啊，所以立法委员的真的是很难认定。他现在责骂用时数去限制，不是因为现在整个社会氛围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出来讲什么，都已经公务车事情烧这么严重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搭公务车，尽管你是合法好了，你今天合理好了，今天你去做选民服务好，不用再低调点吗？对，就是说他很难界定，所以立法院只能用个时数去卡死你。但是问题是说，你们真的不用像民党这几个立委一样讲的这么理所当然呐、就说你用公务车做的看起来是灰色地带以外，对，那你的状况也不像那些监委那么严重。因为我讲一句话，你说检察官去办。这几个监委会不会中？一定中啊！一定中啊！你说他办这些立委会不会中？不一定啊。对，因为两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但是你们真的不用讲的这么理直气壮、理所当然，好像我搭公务车，去吃火锅还很委屈。你看我只有去过，我这一年只有用过一次，不用摆这个姿态，那个姿态很难看呐。郑凤，我真的觉得百思不得其解。你看从监察院的事情，6月份。5月份这么多的照片流了出来，我们想说哇，一定是一些人去拍什么。今天又有一个1月份吃火锅的照片，现在流出来，现在大家都在说，一定有人请什么征信社去拍，真的是有人花高价，真的是每天这样跟吗？应该不会现在可能啦，因为那个钱其实还蛮高昂的哈。那不过因为从现在目前所曝光的东西看来，它应该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阵营。然后资料也都是放给对立的阵营，对，所以这个目标算相对明确。然后它的所做成的一个组织架构，其实按照你的那个时序来看，它从5月然后放出来之后，接下来又先放李俊毅，然后再放监委，然后现在再放立委哈。这个时序看来，其实都算是一个不能讲一天一报，就一段时间一报哈。那确实看起来它是有组织、有目的性。那目前看起来，从这个已经曝光的照片来看哦，
很难看清是不是同一个集团所为呀，所以有很多方的单位都在虎视眈眈，有可能那真的是有人请征信社真的一步一步去跟监。现在就2个部分哦，一部分就是它就这种很清楚的照片，比较有可能像是司法单位，好，司法单位就是调查局、廉政署啊，或者是警察单位哈。那另外一个单位就是征信社，对，哦，没错。可是征信社也没加赢啦，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天哈，我刚问了一下，一天这种跟拍哈，大概要2万元。2万块，2万元，对。那假设他要分3组跟拍，一缸就要6万块啊，对，6万块。所以征信社自己本身不会去花这个钱，他一定是有人委托他去做这件事情，对。那我刚刚跟一些就是调查官聊哈，我有跟问了，我讲啊，这是不是你的案件啊？是不是你们拍？然后因为现在怀疑他们是政治斗争嘛哈，那是不是你们拍的？然后给这个绿营哈，然后去做一个政治斗争哈？但是他说他看起来比较有可能是有一个幕后的黑手哈，那几个黑手？幕后的黑手，对，暗黑势力啊哈。是在遥控这整个这个跟拍的行为，好，对，那这个跟拍行为看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讲，他的手法非常的专业，而且照片的品质不差，好，所以他给的配应该蛮高的，对。那刚那个调查官就跟我说了哈，他说如果他们调查局自己去跟拍的话哈，大概会出1台轿车，好，跟1台机车，好，然后大概3个人。轿车上会有一个车长，哦，这个是他们调查局的方式。他说啊，担心哦，如果是征信社哦，大概就2到4个人一组啦哈。他说这样子2万块哦，去跟拍哦，才能够跟出这么漂亮的照片，好，对。所以2万块的照片，那等于说没有人会出得起这个钱，是这个意思？我想国民党跟民众党目前的党务也不太可能会出这个钱啊，所以这个钱谁出的，大家也是蛮好奇的。因为其实你看一下，假设你从1月算到5月的话，假设他天天跟拍，好，这样算5个月，好，算5个月。假设啦，我们用假设天天跟拍5个月，一个够要高8万呐，900万，哪一个政党负担得起900万？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